刘慈欣写的那个《赡养人类》短篇小说吧，就是讲这个外星人来到地球上，然后就是在地球上要建立一个新秩序嘛，就是把那些地球人都赶到那个大洋洲上面去统一管理，然后给他们发低保。哦，你看比较仁慈，还给低保呢。那个低保就是按照那个地球上那个最贫困的人的那个水准来定的，就是他们找到地球上谁最穷，生活最差劲，然后就以他的生活水准去定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那些有钱人知道这个之后，就超级着急的想要把钱财给发出去，使那些特别穷的人富起来，这样他们可以好过一点。但是那些有的穷人，他们就不接受这笔资金嘛，不接受这些善款，当然也不算是善款，就想借此来报复这些富人。对对对，就类似于这么一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他的小说就感觉都非常有创意。我之前听过好几部他的那些短片的、中片的，然后就觉得就是脑海里面会想象那个画面，然后确实很有创意，非常好。对。那你觉得外星人会奴役地球人吗？真的像电影中演的那样吗？这个说不准了，这看外星人是哪种文明吧。如果外星人就是跟人类一样是这种科技文明，他可能不发展精神世界的话，他就是那种非常功利的呀。他如果能来到地球的话，肯定就是想把地球的资源给尽可能的榨干嘛。我觉得他最好的手段就是把地球人当做他的奴隶嘛，然后去帮他挖矿嘛，去帮他去干一些事情。说不定咱们现在就在外星人统治之下，只是咱们不晓得嘛。就像那个咱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秩序嘛，它其实就是挺反人类的嘛。它的一大可能性就是因为地球人现在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掌握在敌对势力手里嘛。对，有可能他们这种控制体系就是我们是不自知的，比较高级的这种操控术，一般都是代理人嘛。就像有两种操控方式，一种就是直接的，类似于像西班牙殖民的时候那种，对什么都是大掠夺嘛，把钱财人都给一次性给掏干净。还有一种就是培养代理人，像大英帝国一样的，他们在殖民地培养一些代理人去帮他们做事情，一点点，就是不只是简单的掠夺，还有就是会带你发展一点点，这样他可以持久的掠夺。对，相对柔和一些。对，就是后一种其实它的效率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它长久来看得到的好处更多。那你是怎么看待就是殖民这个事儿的呢？就是因为我也关注一些历史啊，这些殖民史，然后其实我不太明白，就是殖民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真的就是说自己的国家的这个统治范围的资源或者说市场是不够的吗？是匮乏的吗？然后一定要向外扩张吗？这是一种必然吗？按照现在的这个社会逻辑是一种必然，就是一个地区它发展到一个阶段，它的那种就是整体的这个国民他的那种矛盾它就会积累嘛。他如果不开启对外战争，他可能国内就要动乱嘛，他的政权就会瓦解，所以在出现较大的国内矛盾的时候，对外开启战争，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
就是人的欲望它是无止境的嘛，就是欲望一旦停止的话，就是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就类似于经济不增长，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一样。就是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欲望的扩张模式了，就是资本的话，就像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10%的这个经济增长点，然后现在可能5%，或者以后更低了，可能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凸显。到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殖民，也需要去扩张，不然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这种冲突会达到一个顶点，最后引起内乱，就会导致这个统治的瓦解。这基本上是一个必然的吧，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在抖音就是看到一些人就探讨这种像你说的这种不停的去追求啊，然后获得新的满足啊，这方面就很多人留言嘛，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觉得人生就是不停的在获得当中才会有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就是不管你的本身的基础是多么的富有啊丰富啊，但是说你都要靠那种不停的去这种索取的更多，然后获得这种新鲜感啊新的满足感。他说实际这就是人或者说包括整个社会的一种原始的动力吧。然后就跟你说的这个资本主义扩张的这个其实还有点类似，就是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就仿佛都是不停的要去提升，然后要去获得新的一些事物才能有那种满足感。你比如说一个企业家他可能已经很成功了，对吧，在我们普通人但是在我们普通人不理解的地方就是，那他已经那么富有了，他已经有多少个亿的这种资金了啊，对吧，一辈子也花不完的，但是他为什么还有那么强烈的欲望要去扩张啊，然后要去发展新的行业啊，创立子公司啊等等等吧。那天我还跟一个家长在探讨，然后我当时说的就是，我说其实他可能不是真的是想拥有多少钱了，你多少财富了，他可能就只是享受这个去把品牌呀，或者说公司的规模去扩大的这个过程，就像你说那种经济增长的感觉，他只是享受这个东西在膨胀在扩张的过程，实际那个钱对于他来讲根本影响不了他的生活嘛，是这种感觉。对，就是很多富人他到一个阶段他都不在乎钱的多少了，就跟马云他讲过的一样，还有之前那个英伟达的那个董事长他也这样说过，就是他们这些人可能在30岁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财富自由了。对，就是其实他们对钱完全不感兴趣了，就是他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就是创造这种企业，或者创造这种经济奇迹带给他们的这种成就感吧。对，还有这种社会地位。对，其实也算是一种对权力的追逐嘛。其实权力的追逐才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东西。有道理，就是它似乎是可以无限大的一种力量，一种追求。就是比如说物质满足，那其实你肯定到了多少个亿之后，你不可能有说我对吧，我满足不了的这种物质需求。但是反而这种就是无形的这种，比如说像你说权力啊，或者社会价值感啊，或者马斯克那种我要创造一个所谓人类的一个起点啊，对吧，新的文明啊，这种那种使命感吧，总之就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可以是无限扩张的，很难被满足的。对，就是相当于是在满足他的一种虚构出来的想象力吧，感觉是类似于想象力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并不是那么世俗的追求，就是他往往追求的是那种抽象的那种成就。对，他享受的是这个创造的过程，从无的这种我明白那种感觉。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感觉乱画一幅画，就觉得画完之后还觉得还不错，就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人类本身就是有那种想
从无到有那种凭空去创造某一个事物，然后会去欣赏啊，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大约能理解那种感觉。可能类似于包括说养育一个孩子吧，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从一张白纸，然后到你一步一步怎么去培养他呀，塑造他，去教育，然后最后成为一种就像你的作品一样的那种价值感。对，其实符合逻辑啊。就是这些追求，其实最终还是人类想要去追求一个意义感，就是我们希望活着是有一点意义存在的。但现实的悖论就是，意义是不存在的，就是客观上意义是不存在的，就是所以人就不断的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嘛，想要主动的去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但其实就是从客观实在的角度来讲，这些追求它都是无意义的，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就是人类有点像驴子前面挂的那个胡萝卜一样，就是人一直想去追寻意义，就像那个驴子想要追那胡萝卜一样。即使追不到啊，也会去追。对，这个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对，就是没有这个意义，没有这个目标的话，似乎人就没有活下去的这个动力。也不是，只是说没有目标活下去，感觉会更难，因为人没有办法那么谦虚的接受自己活着没有意义。你懂吧？就是自己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绝大部分人是无法接受的，就是可能嘴上说的接受，但其实内心还是不甘的。对，就是人的这种一些共识，我觉得确实它是存在着的，它推动着这个社会啊、文明啊，朝着某一个方向在前进。然后虽然有的时候我不太理解啊，但是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这个确实是符合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发展方向的，因为不这样解释的话，也解释不通。因为我原来就不太理解战争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打仗啊，然后要这么样的去虐杀呀？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为了点什么土豆啊、什么铁矿石啊、金子嘛，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点理解不了。我就觉得不至于这样吧，就大家可以去谈判嘛，对，或者是去协商嘛，就比如说等等吧，那些对吧？西方列强啊，我觉得真的要用这么粗暴的手段，然后去一个，我就包括就是这种犹太啊这些事件嘛，去渲染的这种东西，咱不管说真假吧，因为那次探讨它的真假，我觉得那真假这个事儿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说程度上可能未必像电影演的那样，但是我觉得存在这种事情本身我就不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人要有这种仇恨，然后就想着去灭掉某一个这个族群。就是这个事儿怎么能发展成这种程度？这个其实就是累积的太久了。就是其实人心里面就是会产生一些坏的念头，这些坏的念头它日积月累的就累积在那儿了，然后战争相当于是人类负面情绪的一个集体表现嘛，就跟一个人他突然狂怒一样，他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一件小事情，他其实是一个长久的情绪没有发泄出来。对，有道理，就是能感觉很夸张，因为我每次看那个战争电影，近几年喜欢看战争类的电影，一战二战的，然后觉得真的两个人站在不认识的陌生人，然后真的就要拿子弹啊、拿枪啊这种拿刀捅啊，我就觉得
我是有点做不到，我感觉一般，对，超乎想象，有点。确实很难想象，就是两个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大仇？对，因为完全不认识人家。对。不过就是你去想想，其实还是，就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就是一般战争爆发之前，两个交战的国家内部其实已经早早的埋下了很多这种负面情绪，比如说在战争前可能已经经历了20年的经济大萧条，就是民不聊生，然后最后呢有个人把所有的这些社会问题都包装了一下，把它转移到一个敌对国家头上，就相当于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发泄情绪的一个靶子，一个突破口，所以就会就像那个一堆干柴一样，一点火星子就可以把它引燃。对，所以战争应该也是会有包装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夸张啊、夸大的东西，去煽动人的那种情绪和仇恨。一个是它酝酿了很久，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能煽动人们情绪的东西，它把人们的情绪给做了一次定向释放。对。其实如果大家都生活得非常幸福，非常安宁的话，其实不会有战争。主要是因为战争之前那些民众，他们其实经历了非常大的心理上的煎熬，长时间的负面情绪的积累。比如说他们穷困潦倒，他们各种生意啊或者事业受挫，或者就是亲情瓦解啊，精神崩溃啊，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社会上的整个的这种紊乱啊，它积累的这种负面情绪太多了。你觉得它是民众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自然表现？它其实不是特别自然的一件事情，只是说，就是它的这种民众情绪，它其实是被调动的嘛，它其实是被统治者调动的。就是统治者他会在战争发起前的话，他会做情绪铺垫嘛，会做情绪酝酿，他们一般都会先去拍几部跟这种民族主义还有就是爱国相关的一些电影，还有影视作品，然后做这种仇恨文化的宣传，还有就是本来就是他会刻意的去营造这种经济上的困难，就是生活幸福的人其实是没有战斗力的，就是要发起战争前，首先要使你的国民感觉到非常的疲惫，非常的难受和困难。有道理，对，制造矛盾，就是或者矛盾扩大、放大。对，他要在负面社会上制造大量的负面情绪，不然的话是没办法引起战争的。是，没有那个原动力了。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一定要有找到那个动机才能成立嘛。对，就跟人生气一样，如果我生活过得很滋润，就算有一个人来惹我生气，我都不一定生气，对吧？对，是这样的，说的非常对。就是如果日子过得不好的话，可能一块石头把人绊倒了，人都会崩溃，都会爆发。对，真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社会就是负面情绪比相对早几年感觉就增加了，多了很多。对，确实，社会的经济不好，现在。所以人家就说这个第3次世界大战快了嘛。
哎，好吧，希望不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打就行。我的天！但其实第3次世界大战早就开始了，哦，就是只是它还没有像以前的2战一样，一下子就陷入到一个全面战争之中。当然，以前2战的时候也不是一下子就进入全面战争，就是在全面世界大战之前，也会有好几年的时间是局部战争。哦，现在的世界其实跟2战前特别像。哦，就是看这些大国站不站队了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其实还是属于顶层设计层面的一个考量，就是顶层设计认为，战争是需要的，那么就会进行战争这场戏码就会上演，就是它其实是一场，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场表演。就是这个表演到底会不会开始，到底安不安排这个剧目，其实要看这个顶层设计他们做的这种分析，还有就是这种多方面的考虑吧。主要就是考虑就是战争到底划不划算嘛。对，最首先就是考量经济嘛，经济上去考量。如果经济上战争是最优解的话，那肯定会爆发战争。我比较认可这种，其实它是上面的事儿，就是我觉得普通老百姓一般来讲不会喜欢大面积的战争这种，因为其实最惨的就是这些，对吧？普通的人。对啊，那肯定啊，就是老百姓一点好处捞不着，就只是参与了一场，可怕的噩梦。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战争这一般是高层引起来的，因为他们不去上战场去打仗嘛，对吧？又不是他们被炸死、被枪杀，所以我最近看了很多这种战争电影嘛，因为今年是什么特殊的年份嘛，然后918呀这些都有一些抗战的，以前还不太关注这些，然后今年就觉得看一看吧。董存瑞炸碉堡这些都演了，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太血腥，而且其实挺没必要的，在我看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拿这些人当成像棋子一样去博弈一个所谓的结果吧，就是我觉得老百姓是牺牲者，就是包括比如说像美国呀、日本、英国这些可能发起战争的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些士兵也是很无辜的，我觉得。对，不管是攻击方还是防守方，都是老百姓。对，就是战争，不管是输还是赢，老百姓都是输。对，就他们很无奈，很无辜，他们似乎没有得选。就是你，比如说上层让我们去侵略某一个国家，那我作为军人当兵的，其实我也不想去，对吧？我也打怵这个事儿，但是没办法，他逼着你去对做那些事儿。哎呀，总之就是上层太坏了，就是是不是？统治者还是有点这种小邪恶的。他们还是挺有手段的，我操！是啊，其实就跟那个单位里边其实挺像的，就是单位领导，他为了维持他的地位，他可能就会在就是他的下属之间发起一个就是内斗嘛，或者发起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对，其实是转移民众的焦点，就是民众其实想的是要把这些可恶的统治者收拾掉，但是呢，因为一场战争，就是所有人都被绑上了这个爱国，还有就是这种民族情怀，然后他其实并不是靠这些情怀支撑的，但是大家都被绑架在这种立场上面了。就是你平时有再多的这种对国家的怨言呐，或者说是对统治者的不满，你都要在那个时候收敛起来，要一致对外。对。但其实这是两个国家的上层统治者他们之间的一个合作，
他们通过合作的方式把两国的负面情绪都给解决掉了，还维护了他们的统治。是，这里面是有阴谋的。天大的阴谋。是因为有些电影啊，就是演那种就是一些德国那些，对吧？然后犹太人和德国的这些军官的，可能就是那种孩子之间可能都是有友谊的，对吧？都是朋友。然后我的一旦被绑架站的某一个立场之上之后，人就会变得很奇怪。就是本身人性是很友善的，对吧？就像动物，但是在这种政治和立场面前，突然一下就像翻了脸一样，或者是像文革时期那种，给你扣了一个帽子之后，咱们从此以后划清界限，对吧？我们10年、20年的友谊不算了，从此以后咱们是2个立场的人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就是有点让人觉得恐怖，就是就是每个人都回归到那种最底层的生存竞争的这种角度去思考问题了。就是对，不会像是还有文明存在的样子了，就感觉人类从那个战争爆发的时候，或者说是革命开始的时候，文明就不存在了，大家都卸下伪装了。是，什么道德呀，什么法律啊，对吧？对，条约呀，都是表面上给别人去看的，都是太吓人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类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展现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去化解掉，就是这个东西其实阻碍了人类的这个进步吧，或者说个人也是这样，就是可能小到人与人之间矛盾，大到国家的战争，我觉得其实还就是负面和正面的一个对抗，就是可能正面他不想去对抗，但是负面这个东西它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它的这种能量来源，然后让我们不停的去敌对，然后去分裂。就是总之我是理解不了这东西，我觉得就是天大的仇恨其实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什么，可以去协商。我觉得就互相去杀害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就是你用愤怒去回应愤怒，只能得到更多的愤怒。这个可能是个死循环，就像你看那个古代武侠片，就是混江湖的嘛，对吧？你把我的爸爸杀了，我要去杀你爸爸，然后你的孩子又来杀我，就是它是一个死循环。对，就是没有一个出路了。然后其实战争的话，它2个国家之间，它也是就是它的矛盾通过协商其实都无法化解了。它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其实国家其实是一个组织嘛，组织其实它没有这种人格嘛。我说的这种矛盾其实就是还是指这个国家内部的矛盾，就是国家内部的矛盾，它没有办法通过一些比如说经济增长啊，或者说是开拓一些新的科学领域啊，或者一些新的有意思的东西去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就是民众的注意力，它一旦没有东西去吸引去引导的话，它可能就会指向他的统治者，你懂吧？就是大家平时都有钱挣的时候，都有这个各自的爱好或者有喜欢看的电影，你可能就沉浸在那个事物里边了。对。但当你没事干的时候，当你坐在那儿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思考很多东西，然后思考来思考去，你就发现，原来有个人骑在我们头上。那我们就把它给弄下来。想造反了就。对，就是根本原因还是这种压迫造成的，就是压迫者他想要维持他的压迫，所以他会发起一场战争。是。如果没有压迫，也就不存在战争了。
对，就包括我最近玩那个游戏都是叫最远的边陲啊，就是它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选择和平者模式，然后我就一定就是没有什么野兽啊，然后敌对势力来攻击你侵略你，然后但是他肯定很多人会玩那种就是正常模式，会有什么肉来破坏你的村庄，然后会有战争，你要养士兵、弓箭手啊之类的，造这种军工厂。然后因为我选了和平者模式嘛，所以我军工厂我根本就不用解锁。然后我就觉得，那真的就是，其实现实生活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想和平。因为最近看见电影的影响嘛，就落后就会被挨打嘛，我也是认可了这个理论。我就觉得真的一个国家也是逼得没办法，不得不武装自己，然后很有军事实力，你才能可能有一定的这种对吧安全。哎，就觉得咱们可以探讨一下，那你说人类啊，或者说社会的这个矛盾，这个根本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我提出一个我的观点，是不是我们的就是生存模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的本性有问题，就是究竟这个问题出在哪儿？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思考很长时间了，就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设计，就像我之前跟那个肯聊的时候，他就说，人这个动物一生下来肚子里面就是空空的，然后体温还低于外界，还高于这个外界的温度，我们需要去维持自己的体温。对，就从生物性，就是从生存需求来讲，就是所有的生物它就是需要互相去捕食。对，这就很残酷，懂吧？就人类其实也是需要去捕食的，只是说我们通过一些制度去把这个东西给包装了起来，或者说去营造了一个更加宏大的概念去捕食。就是原始的那种捕猎的效率太低了，我们需要去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宏大的组织去协作，对吧？好像啊，对，它不太那个靠近地球。哎呀，也不跟我们接触，你说就是来考察一圈儿。这个都不一定是外星飞船，这是媒体炒作呢。是，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外星飞船啊，最好再来地球发点讯息啊，或者，哎呀，这样比较有意思。直接来地球建立新秩序，那我也能接受。就至少我感觉是活在电影里的感觉。我想起，你说，好，我重开一下，到时间。好，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